陆渊，你竟敢当众阻挠朕的南征大计，真以为朕不敢杀你吗？陛下，国库都空得能跑马了，还打？我劝你搞经济，你非要讲皇权，这破朝堂，老子早待够了。放肆！来人，扒了他的官服，发配岭南最深处的南荒毒瘴县。朕要让你知道，没有朕的庇护，你连一条狗都不如。楚红绫，今天是你把我赶出去的，以后就算你脱了龙袍，拿着大楚的万里江山跪下来求我，老子也绝不回你这破京城受气。滚！朕倒要看看你这硬骨头到了南邦能熬过几个月。主子，前面就是南荒县的界碑了，这种毒瘴死地，那个狂徒恐怕连坟头草都烂没了。咱们为了微服私访南疆的土司，何必非要亲自绕道走这趟死路？朕就是要亲眼看看那乱臣贼祖的埋骨之地。当年他满口胡言，宁可扔了乌纱帽也不肯向朕低头认错。朕倒要看看南荒的毒虫有没有啃碎他的狂妄。主子小心，过了前面那道八戒林就是南荒地界，千万把避瘴丹含在舌下，听说那里的泥沼能直接吞活人。这是什么路？大楚京城最奢华的朱雀大街，跟眼前这条路比起来，简直就像是乡下的烂泥沟。青儿，大楚何时有这么平整的官道了？主子，奴婢是不是中瘴气产生幻觉了？这灰色的石头连一条缝都没有啊！哈哈，今天化肥厂发了奖金，走去商业街搓一顿。不用马拉的车，那是什么奇迹妖巧？哎呦，我说你们两个外乡人，大热天的站路中间当门神呐！这可是3伏天儿，你们裹得跟个粽子似的，还捂着脸，是不是脑子热出毛病了？赶紧靠边站，别挡着我们南荒县的非机动车道！放肆！这位大嫂见谅，我们是北方来的行商。我看朝廷的卷宗说，这南荒县遍地瘴气毒虫，常有流民病死饿死，我们这才多穿了些防瘴的衣物。瘴气毒虫，那都是哪辈子的老黄历了？你们这些北方人是不是都不看报纸的？报纸？自从3年前我们陆县令来了，大手一挥，带着全县老百姓填了臭沼泽，修了什么地下排水网，不仅家家户户发了驱蚊香和花露水，还搞了卫生大扫除。现在咱们南荒县，你就是打着灯笼想找只毒蚊子都找不着，还饿死。咱们县连狗都顿顿吃肉骨头。行了，看你们热的都快翻白眼了。来，喝碗冰镇椰奶降降暑，5文钱一碗，赶紧喝。喝完把身上这层破麻布脱了，免得热死在咱们干净的大马路上，晦气。大嫂，你们这冰是哪来的？现在的节气怎么可能有冰？我说这位夫人，你这大惊小怪的毛病得改改。这冰是县里硝石制冰厂批发的啊，2文钱就能买一大坨，这可是用极品白血糖调的，甜着呢。极品白血糖，连朕1年都吃不上几次的贡品，居然用来泡5文钱一碗的地摊糖水吗？主子，这南王县难道是天上的神仙地界吗？行了，看你们也是来做买卖的，坐那辆公交车进城吧，2文钱一个人。我就全当去度假了，就算你拿着大楚江山来求我，老子也绝不回来。青儿，拿好行李，我倒要进城去好好看看，这个陆渊到底施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妖法。主子，天黑了，咱们得赶紧找个客栈。这南荒之地到了晚上肯定伸手不见五日，万一有野兽。这是什么火光？青儿，你看那罩住光芒的东西是不是琉璃？主子，真的是琉璃，那么大一块，竟然就这么挂在木杆子上风吹日晒，这要是被飞石砸碎了，岂不是要损失数万两白银？走，我倒要看看他陆渊到底有多大的家底。这是一整面琉璃墙，主子，这么大的一块琉璃，这得值多少个大楚国库啊？陆渊大人他是把天庭给抢了吗？哎，让让，别趴在玻璃上，刚擦干净的，印上爪印扣我工钱啊！哎，又是从北方来的富商吧？别跪着了，想看进来买，咱们超市今天搞促销。你说这东西可以买？废话，只要你兜里有铜板，什么不能买？进来吧您嘞。这是极品水晶杯？什么水晶杯？那就是普通的玻璃杯，流水线上下来的废品。夫人要是喜欢，10文钱一个，买。10文钱？主子，咱们是不是在做梦？奴婢想买10个。那个琉璃宝瓶里装的，莫非是南荒特产的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液？不知这宝瓶连同里面的灵液，售价几何？哎呦喂，
什么仙丹灵液，那是特级酿造酱油炒菜用的，一瓶30文钱。至于那个玻璃瓶子买酱油白送的。我小心翼翼守护的稀世奇珍，在陆渊治下，只配用来装炒菜的酱油。大家让一让！白血糖，除了进贡的黄泥糖，哪来的白血糖？青儿，跟上去看看。主子，您慢点，当心这些草民冲撞了您。这真的是糖？世间怎会有如此纯白如雪的糖？哎呦，这位夫人又是外地来的吧？这可是咱们南荒县榨糖厂刚出的新货。老夫，敢问这极品白血糖售价几何？莫非是1两黄金1两糖？1两黄金？夫人，您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？您抬头看看那牌子。2文钱，2文钱一斤。咱们大楚京城最劣质的黑苦糖也要80文一斤啊，这样不会亏本吗？亏本？咱们陆县令说了，这叫规模化生产，蒸汽机一转，那糖浆就跟瀑布一样。2文钱一斤，咱们大楚京城最劣质的黑苦糖也要80文一斤啊，这样不会亏本吗？亏本？咱们陆县令说了，化生产，蒸汽机一转，这是极品海盐。没有毒素，没有苦味的极品精盐。这位夫人识货，这可是咱们海盐厂出产的雪花精盐，也是2文钱一斤。夫人要不要来点？我一直以为大楚国库每年的500万两已经是天下致富。给我包10斤极品白血糖，10斤雪花盐，剩下的银子不用找了。夫人，咱们超市不收这种没融化过的大块碎银，朝廷的官银成色不一，还得用垛子称，太麻烦了。纸币。银元，你们连朝廷的官银都不认，咱们陆县令发行的银元，去对面的银行兑换才行。再说了，您白血糖每人限购2斤，您给一座金山，我也只能卖您2斤。好一个陆渊！青儿，去换那个什么银元，把能买。是，陛下。主子，天色已晚，是去县衙直接将那陆渊拿下问罪，还拿什么问罪？说他将南荒治理的太富裕了，现在去只会让他看朕的笑话。朕倒要看看他这个所谓的南荒县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朕没见过的。走，去那个南海假日酒店投诉。朕今晚要好好体验一下这流放罪臣的生活究竟奢靡到了什么地步。无论待会儿看到什么，绝对不能再露出一丝震惊。朕是大楚的帝王，必须维持住天子的体面。主子，这地方连地砖都擦得能照出人影，咱们踩上去会不会弄脏了？出息！记住，咱们现在是北方来的大商商，别给本夫人丢人现眼。欢迎光临南海假日酒店，2位客官，请问是打尖还是住店？可有提前预定？入店，给本夫人安排一间你们这里最上等、最奢华的上房。好的，夫人，为您安排顶层海景至尊套房一间，梅尔城时辰不间断热水以及特色正饮品。这是您的房卡，请随引路示意人上楼。冷气、热水，你们还能使唤天气不成？主子，这屋里有古怪，怎么会这么凉快？难道陆渊真的养了会呼风唤雨的妖怪？不是妖怪，是机关术。他竟然用机关术造出了能在3伏天凭空生风制冷的神物。主子，这东西要是放在京城，那些王公贵族怕是愿意拿半个家产来换。用热水来，赶了这么多天路，本夫人要沐浴更衣。青儿，护驾！龙王爷显灵了，龙王爷饶命啊！求龙王爷收了神通吧！青儿，你在发什么疯？哪来的龙王？主子，奴婢刚才一进来扭了一下那个铁把手，结果这莲蓬头里直接喷出了热水，源源不断啊！这就是他们在楼下说的12时辰不间断的热水，不用木马桶，只需按下一个机关，清凉的流水就能带走一切污秽。我大楚皇宫的宫桶连这客栈的瓷器都不如。这陆渊大人该不会是玉皇大帝下凡吧？尊贵的夫人您好，这是为您免费提供的晚间甜点和饮品，方便送进来吗？进。夫人，这是冰镇黑糖珍珠奶茶，是用极品红茶、纯正牛乳和木薯粉珍珠熬制，解乏极好。怎么会有这么好喝的东西？陆渊啊陆渊，朕倒要看看你陆渊在这南荒到底还藏着多少惊天的秘密。主子，这民风也太豪放了，这种短的连脚踝都遮不的裙子，要是被言官看到，非得撞死不可。入乡随俗，昨晚那套衣服热的能悟出分子，咱们现在是
是岂不惹人怀疑？走，随本夫人去海边看看。这些人在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竟然在海里嬉戏，有辱斯文！主子您看，那个女人竟然让男人帮她抹大腿上的膏药，简直是伤风败俗！陆渊，主子，是那个狂徒，奴婢这就回过去治他个大不敬之罪。慢着，朕倒要看看他骨子里到底还有没有一丝对朝廷的敬畏。哟，这位夫人，买冷饮去前面的小卖部，我这儿的椰子不卖。要是想租躺椅，1两银元一天，找那边的管理员消钱去。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南荒县令。小妇是从北方来的客商，久闻南荒县繁华，今日一见，陆大人果然是个懂得享受的人。怎么想在咱们南荒县投资建厂啊？我这人好说话，只要钱到位，啥都好商量。陆大人误会了，小夫人只是见陆大人才华横溢，将这蛮荒之地治理得犹如人间仙境，如此经世之才，却在这偏远的海滩上虚度光阴，岂不可惜？可惜？有什么好可惜的？我在这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每天看看海景，数数钱，这叫享受人生，懂不懂？大丈夫生居天地间，当以天下为己任。陆大人有此等惊天畏地之才，怎能如此虚度光阴？难道就不想向朝认错，回京城为官吗？我说这位夫人，你在北方做生意做傻了吧？回什么？自然是图功名利禄，图光宗耀祖。京城乃天子脚下，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。可别逗了，京城冬天冷得像冰窖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连个会转的风扇都没有。你们当官的上厕所还得蹲那种臭气熏天的木桶，每天半夜还得听老头子吵架，有什么好？放肆！当今圣上岂会如你所说般不堪？算了吧，楚红玲那个女人刚愎自用，她把我贬到这南荒来，我还得谢谢她呢。你看我现在吹的是冷气，赚的比她国库还多，你就让她跑来求我，我都嫌京城的路太颠簸。夫人息怒，咱们出来太久，该回去看账本了。好一个南荒县令，今日小夫人算是开了眼界了。女人的身形和下巴怎么越看越像当年那个疯婆娘女帝？算了，管她呢。这是什么怪兽的嘶吼？主子，这地方到处都是黑铁疙瘩，还在往外冒着白烟，活脱脱像个吃人的魔窟啊！咱们还是回客栈吧。那个陆渊竟敢主动派人送体验券挑衅，朕绝不能漏诺。怕什么？本夫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哟，楚夫人，挺准时啊！我还以为你们北方人胆子小，听到蒸汽机的汽笛声就不敢进来了呢。哼，陆大人说笑了，这区区几个会冒烟的铁轱辘还吓不倒我。够胆色，那就请吧。今天所有的消费，陆大人，这犹如通天巨塔般的铁轮，竟然不用人力就能自己转动。这叫蒸汽摩天轮，高压蒸汽推动活塞，活塞动齿轮，只要煤炭管够，它能转到地老天荒。这种力量若用来造工程战车，大楚那引以为傲的骑兵，岂不如同纸糊的一般？陆大人，这等夺天地造化的机关术，用来供人玩乐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老百姓花钱买开心，这叫内需循环。走，带你上去俯瞰一下大好河山。陆渊，你城外那些喷火吐烟的工坊到底是造什么的？哦，那些啊，左边是化工厂，右边是钢铁冶炼厂，海上那个是我新开的造船厂。你私自屯建王群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眼里还有朝廷吗？楚夫人，你一个北方来的商人，操心朝廷的事干嘛？我造这些当然是为了赚钱改善民生啊，难不成我造大炮去轰京城？京城那破地方送给我都不要。行了，看风景，别聊这些沉重的话题。楚夫人，摩天轮太慢了，不刺激，敢不敢试试我们游乐场的镇园之宝——蒸汽过山车？有何不敢？小夫人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这几根铁轨不成？主子，不能上啊！那铁条都拧成麻花了，人在上面肯定会掉下来摔成肉泥的。奴婢死也不上。楚夫人，请吧，发车。我是大楚女帝，不能慌。我统御千军万马，怎么能被一个玩具吓倒？楚夫人，坐稳了。楚夫人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你撒手掐死我了！不放朕，我不放，让他停下！陆渊，你个混蛋，快让他停下！哎，楚夫人，到站了，可以撒手了吧？我这胳膊都快被你卸下来了。哎呦！楚夫人，不是说死都不怕吗？怎么连站都站不稳了？这叫嘴硬腿软啊！陆渊，
你竟敢如此戏弄小夫人，你简直放肆！这可是你自己要上的，我逼你了吗？游乐设施而已，全当解压了。主子，这妖法太可怕了，咱们快回客栈吧。陆渊，今日之辱了，我们走着瞧。这娘们儿长得倾国倾城，性格怎么跟那个疯批女帝一样倔？有意思。主子，那陆渊简直是个疯子，竟然造出这种折磨人的刑具。等回了京城，定要治他谋害龙体之罪。闭嘴！今日之事，若是敢泄露半个字，朕拔了你的舌头！小王，快去给我拿根纯牛奶冰棍，热死老夫了！今天这地推动真不是人干的。赵广成，夫人，那不是3年前被您流放的前工部尚书赵广成吗？赵大人，3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看来这南荒县的苦役，竟让你沦爱弄滑稽的地步。住口！我现在是楚夫人，你若敢声张，我即刻要了你的脑袋！是，罪臣见过楚夫人，不知楚夫人微服至此，罪臣罪该万死。赵广成，你昔日贪墨本该死罪，但我念你有功，见你在此受屈辱苦役，心中也有一丝不忍。你若真心悔过，我回京可暗中运作，赦免你，甚至让你官复原职，重回工部。你可愿随我回京？不，楚夫人，您千万别赦免我，罪臣就想在这受苦一辈子，我死也不回京城。你说什么？你宁可在这里穿着受辱的衣物做苦役，也不愿回京当你的尚书？楚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我这不是做苦役，品牌地推，我是蒸汽榨糖厂的厂长。厂长？对，陆知县把整个厂交给我，日产白糖10000斤，手下2000号工人，年底分红能在京城买3座带花园的大宅子。你被流放为此，陆渊竟让你管这么大的产业，还给你分红？那当然，回京干嘛？冬天连个好炭都分不到，冻得老寒腿直抽筋。您看看我现在，住无敌海景别墅，吹丽丽空调，出门橡胶马车，顿顿海鲜配几本习言。这哪里是流放，这分明是来当大爷来了。我下个月要考高级机械工程师，考过就有10万研发资金。我在南荒找回了首席人的尊严，现把龙椅搬来求我坐上去，我也绝对不回去受那个洋罪。你姓赵的，你为了几口吃的，连皇恩浩荡都不顾了，你这乱臣贼子！皇恩浩荡能让我夏天吃冰吗？陆大人给了我们尊严富足，我们就认他。楚夫人，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告辞。朕引以为傲的最高权力，在这高度物质文明面前竟一文不值，连贪官都毫不犹豫北市京城的恩赐。主子，这地方透着邪气，这些人都中了迷魂药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陆渊，你好得很，咱们走着瞧。陆渊在南荒建立的不仅是工商业帝国，更是从根基摧毁了大楚官僚体系的世外桃源，高官厚之力。主子，您多少吃点吧。陆渊到底是个没有兵权的县令，这大楚天下终究是刀剑兵马说了算。没错，财富再多，没有武力也是肥羊。只要大楚铁骑一到，他那些工厂全得充公。各位市民注意，岭南总督麾下左威卫大军5000人，已全副武装陈兵北侧国道收费站，请商队暂时绕行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岭南总督，他手底下可是有实打实的精锐驻军。主子，肯定是那岭南总督眼红财富来敲诈勒索了。这下看那个姓陆的还怎么嚣张，他的好日子到头了。青儿，你信不信？陆渊现在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主子圣明，那咱们现在要不要趁乱离开这地方？离开？不要离开，换衣服，随本夫人去前线，看着狂徒如何痛哭流涕的求我。今天若是不狠狠宰着陆渊一刀，都对不起兄弟们走这一趟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本将奉岭南总督之命前来巡查税务，你们私造奇迹义系，瞒报朝廷税收，形同谋反。限陆渊半个时辰内拿50万两白银出来，否则本将踏平你们的工坊。50万两白银，陆渊除了破财销灰，别无他法。什么鬼东西，敢惊扰本将战马！我当是谁大中午乱叫呢？原来是刘参将啊！怎么，总督了？派你来我南荒化油来了？疯了！面对5000把刀枪，他竟然敢嘲讽总督大将，是要饭的。看来你是铁心抗税，50万两少一文，立刻踏平收费站。老王，我刚没听清，
他要多少钱？回县长，他要50万两，还要封锁咱们国道。我的钱就算扔海里听相，也绝不给你们1分1毫。要封锁我是吧？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封。希望你们别后悔。主子，那是总督赵大人，一品大员啊，他怎么会？陆县长、陆爷爷，下官知错了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见下官一面吧。封疆大吏，竟然大庭广众给向下跪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办公证地大声喧哗，是要拘留罚款的。差爷，求您通报一声陆县长，就说赵某亲自来赔罪了，求他赶紧解冻户头，恢复发货吧。再拖下去，我全家命都没了。通报什么？我们陆县长周末休假，在游艇上钓鱼呢，没空见你。总督在这哭天喊地，他竟在钓鱼。我手底下的兵发不出饷，昨天差点哗变，他们能把我生吞活剥了。行了，别耗丧了，想恢复供货也行，按规矩办。什么规矩？只要能发货，下官什么都答应。第一签认罪书登报，100万两南荒银元罚金。100万两，还要签认罪书？赵某堂堂一品，绝不可能答应。第三，总督府辖区内对南荒商略永久免除一切税率。我签100万两，我马上派人去抽，这就签字画押。主子，这天下人难道都在看陆渊的脸色吃饭？都在看陆渊的脸色吃饭。谁掌握了这天下的钱粮，谁掐住了百官的命脉，谁才是这天下真正的王。青儿，回客栈收拾东西，明日一早递交拜帖。主子，您要亮出身份召见他？不是召见，是朕要去求见他。青儿，这大楚的天下终究是朕的。陆渊就算造出了再多奇迹吉祥，他骨子里依旧是大楚的子民。陛下天威浩荡，陆渊定然会感激涕零，誓死效忠陛下。陆渊，你可知朕？县长，出大事了！无线电报局刚刚接获了最高加急密令。慌什么？京城那帮要饭的又整出什么幺蛾子了？楚夫人，哦不，大楚女帝陛下，看来你这身龙袍以后只能留在家里当睡衣穿了。内阁绝密令，拥济新地，10万土司与东海海盗血洗南荒，屠城夺宝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这是篡位，是谋逆！朕的内阁，在利益面前，竟然全都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！县长，他们来了！海盗的舰队出现在3海里外，10万大军啊！朕要亲自前往沙滩阵前，用这血肉之躯为南荒百姓挡住那一族弯刀。我说楚红绫，你是不是古装苦悲戏看多了？多大点事儿！皇位没了，既然那帮要饭的不要你，以后在南荒，老子罩你。你疯了吗？那是10万大军，你拿什么罩我？10万大军？喂，基建部吗？告诉手底下的包工头，咱们新规划的铁路矿场都招不到人了。前线机枪连听令，都给老子稳住，别全打死了，更不许爆头，子弹全给我往大腿上招呼，放跑一个我扣你们分红。楚红绫，别站着发呆了。今天本县长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。吵死了！这帮人在海上乱叫什么？一点公德心都没有。楚夫人，别站着了，挡着我看戏的视线了。压惊。喝咖啡！10万屠刀已经悬在了南荒百姓的脖子上，你不仅不去前线，居然拉着我在这里喝这种黑乎的汤水！楚红绫，你的战争观念太落后了，在我的地盘上打仗这种粗活是用不着人去拼命的。老王啊，客人们都到齐了，去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放个烟花助助兴。得嘞，县长，保证给他们放个永生难忘的大烟花。南荒第一舰队主炮预热完毕。放烟花。哈
兄弟们，南荒县连艘迎战的船都没有，给我粗速满舵，金银随便抢！老王这帮人准头还是差了些，第3轮骑射竟然偏了10几米。楚夫人，你看这烟花放的还算合格吧？是南疆土司联军，他们抛弃了大船，性登陆了。那是南疆最恐怖的藤甲兵，刀枪不入，快让铁甲舰调转炮头，一旦被近身肉搏，绝对是单方面屠杀。这帮没素质的野蛮人！老子花重金从海外运回来的顶级白沙滩，是准备明年开发高端海滨浴场赚洋人外费的。海岸防线第1、第2机枪连，给老子听好了，放他们再靠近一点，等这帮免费矿工全部进入100米范围再打。还有，都特么给老子把枪口压低！哈哈哈！勇士们，他们连弓箭都没有，想用几根破铁管子打我们的腿？杀！妖怪，这是妖怪吐的火！我们的铠甲像树叶一样碎了，快跑啊！全体都有，蹲好别动！恭喜你们经过严格体能测试，被南荒建设集团正式录用为外包员工。本集团包吃包住包治腿伤，就是没有工资。现在排成精烈纵队，城东铁路标段马上开工。陆渊，朕，哦不，我改变主意了。陆渊，朕不，我楚红绫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。京城那个破烂摊子我不要了，那帮老贼就让守着那座没有物资的死城去陪葬吧。这天下现在连你南荒县那根来去背都比不上，我把大楚的国都直接搬到你这南荒县来，全部给你当投资，给你打下手。而你陆渊，这大楚的皇夫，你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当。我要你做我的男人。我说楚红绫，你是不是刚才在凉台吹海风把脑子吹感冒了？还是觉得我好骗？你说什么？我把江山送给你，竟然说我骗？大平把国都搬过来，你知道现在南荒县一环内皮炒到多少钱1平米了吗？10万南荒地元，你有钱买地皮建皇宫吗？你现在是个光杆司令，拿什么当投资？空头支票啊！你想空手套白狼门儿都没有。我可以打回去，我只要借你几挺那种吐火机枪。借机枪不借，弹药不要钱啊，磨损费谁出？还有，让我当皇夫？当皇夫有双休吗？有物享金吗？年底有工业分红吗？我疯了才去干这种没有性价比的苦差事。老王，去居住处拿一份南荒县外部人员实习申请请过来。想跟着我混，看在早上8点去居住处报到，端茶倒水，试用期2月，底薪3000。至于皇夫，赚够首付再谈吧。陆渊，我要杀了你！行了，明天还要早起上。金生，赶紧回店洗睡吧。送客。3个月后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和嫁妆。到时候，你就算跪下来求我，我也非要把这皇夫的帽子死死扣在你的头上。这娘们儿不会真打算去把京城给劫了吧？算了，随她折腾去吧。老王，通知造厂厂，铁甲舰的生产线给我再3条。我总觉得这大楚的天下马上就要不太平了。皇上，再这么下去，京城就要断粮了，哪怕是人命田，也要把皇皇。陛下，你没死，你这是从哪里借来的天？首府大人，你的商业思维太落后了。这3000精锐火轻和装甲车是朕以大楚库未来50年的售收为向南荒民银行申请的定向风险投资。朕今天回来就是来清算这笔投资的本金和利息的。陆渊说的对，这破木头椅子硬邦的，连个真皮垫子都没有，白送都嫌个屁股。
传旨意，经气候恶劣，贪腐成风，已不适合作为天下复兴。即日起，剥夺叛乱者一切家产，冲入国库，打包库库所有的黄金白银、能工巧匠。大出，举国南迁，定都南荒。老公，啊张嘴，这荔枝可甜了。不错，你现在这个守生活间政务秘书的业务水平越来越熟练了啊。老公，你吩咐的全球殖民计划书，我已经帮你全部批阅修改完了。咱们10艘最新型万吨铁甲舰下个月下水，是先去轰平西洋人的港口强卖白糖，还是先去把东洋人的银矿全占了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陆渊全都要。明天一早通知全军出击，给我把全世界的黄金全都赚回来。至于现在数，